从这一刻起，吴雪的五位师傅就更加断定，甚至也有过怀疑吴雪不是武神阁之主女儿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找武神阁之主问这个事情。直到如今，在武神阁之主的口中得知吴雪不是他亲生女儿的时候，他们当时的推测应该没有错。如果吴雪不是武神阁之主的亲生女儿，那么她究竟是谁？此时吴雪身份之谜在所有众人的心中弥漫，再如何绞尽脑汁都无法猜出个所以然来。吴雪不是武神前辈的女儿，萧炎强力压下心中的震惊。如此说来，吴雪体内的那股神秘力量就说得通了，因为那股力量在萧炎的感知中，那绝对是他都未能触及的一种神秘力量。武神阁之主此时的目光瞭望远方某一个地方，似乎将自己的思绪带到了那个时候。在很久以前，我无意间闯入一处神秘独特的空间，在那个空间中布满了冰雪，整个天地都是充斥着极其寒冷的温度，即便催动全部的神力，都无法抵御那道冰寒的力量。而我在深入这个空间的深处，发现那里有一座城，但是我无法靠近其中丝毫，而且在那里待得越久，我只感觉体内的神力快速地被凝固冻结，如果再待下去，恐怕我会命丧其中。所以也就在我即将离开之际，便是看到那一座城的边缘有一位孩童躺在那里。当时在接近那位孩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的体内竟是有一股非常强大的神秘力量，但是很快那股神秘力量应该是发现有人在窥探，竟是直接消失不见。但同时他体内的神境灵魂力量弥漫而出，直接令我十分的吃惊。当时这么小的孩童就拥有一股神秘力量和神境灵魂力量，当时感到匪夷所思，也不知道他为何会在这里。最后就将她带回了武神阁，并收她为自己的女儿，但是不知道她的名字，然后应景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吴雪。武神阁之主也将自己遇到吴雪以及那一座城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当大家都听完武神阁之主的讲述后，每一位都感到震惊，宛如一件秘密被揭开后的骇然。原来吴雪的名字也是这么而来，可以说这也不是她原来的名字了。看来只有揭开吴雪的身世，或许就能够知晓一切有关于她身上的秘密，以及她体内的那一股神秘力量。而此时丹神塔塔主目光中有着光芒流转，则是喃喃道：武神阁主，你当初所遇到的神秘空间具体在什么区域？我想如果再次进入那个神秘空间，应该会找到一些线索，或许也有可能揭开雪儿的真正身世。对，塔主大人说的没有错，或许只有再次进入到那个神秘空间，或许一些真相就能够浮出水面了。孽神长老附和道：其实他们几位神长老作为吴雪的师傅，也很想知道自己这位爱徒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当初也调查过吴雪的身份，但是得到的都是武神阁主之女的身份。今日如果不是对方亲口说出，恐怕吴雪不是武神阁之主亲生女儿的身份，恐怕也会一直沉入大海中，根本无人知晓。而作为吴雪的男友萧炎，自然是非常关注有关于吴雪的信息，他目光看着武神阁之主，期待着对方说出那道神秘空间的所在之处。武神阁之主也开始极力地回想起当时自己无意间闯入的那方神秘空间的记忆。我记得那道神秘空间应该在诸神万界中天海最中心的深处区域。天海乃是他们五大神阁的超级神之大陆，与东西南北洲相隔两岸的一个辽阔的海洋。而在这个海洋之中，还有存在着两道不亚于五大超神势力的势力，一个是天机岛，一个是乾坤岛。这两道势力，萧炎他们自然也是知晓，特别是天机岛，因为之前与之相识的卞娜就是天机岛之人。在天海深处嘛，等神元宫与魔神的对决告一段落后，萧炎灵动牧尘还有孽神神长老，你们就跟随武神阁主一同前往那处神秘空间，希望你们能够在其中找到雪儿的身世的线索。丹神塔塔主开口沉声道：是。萧炎等人也是想都没想，直接应了一声，因为关于吴雪的真正身世，他们都极为的关注。毕竟当时吴雪体内那道神秘力量的爆发，直接引动了神冥界的法则，这可是出乎意料之事。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引动法则？虽然神冥界的法则已经在无上明神消失后不再完整，可是即便如此，可是连造化极限者都做不到，可想而知吴雪体内的神秘究竟是多么恐怖的存在。塔主师傅，那我们要不要前往神元宫救援？萧炎问道。救援应该不用，我相信元尊一人足矣，而且我想他们那边的战斗应该也快结束了，我可以感觉到元尊的气运之力极其高涨。丹神塔塔主的目光看向了神州之地的北方虚空，仿佛看见了一神一魔的激烈交战。而在解决了丹神塔之危后，云韵则是暂时留在了萧炎的身边。至于圣花殿殿主，则是先行回去，然后将告知众多圣花殿的弟子们，享受着来自丹神塔的更丰富的资源，并且还可以获得一些高阶神丹，这对于修炼者有着极大的帮助。圣花殿能够与丹神塔有着资源共享，相信今后将会在四大超神巅峰势力中都会脱颖而出。除了圣花殿，
还有5大神格都获得了丹神塔资源的共享，以及那些高阶炼药师也直接获得了他们都梦寐以求的神之7品，甚至神之8品的丹药。经过这一次的丹神塔危机之后，众多丹神塔弟子都非常的刻苦训练，因为之前金帝天盟主所留的话可触动着他们所有人的心。在神器联盟对丹神塔发起2次进攻时，他们也有着比之前更加强大的实力，这样一来他们双方指不定谁会败。而且塔主大人这一次也亲自坐镇丹神塔，如果一有神器联盟之人的入侵动静，也会在第一时间守护丹神塔。萧炎、灵动、沐尘以及云韵等人则是来到了小世界之中，其中还有丹神塔塔主以及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通过丹神塔塔主的造化神力，可以直接将那里此刻的战斗画面投射而来。他们透过眼前的巨大画面，看到了神元宫的此时战斗的场景，那场面不亚于丹神塔的激烈程度，甚至神元宫那边的战斗更为的激烈恐怖。神元宫的天际上，天军神战队与天元军的神奇强者交织成一幕震撼天地的战场。无尽的神力自天元军神奇强者体内迸发，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整个天地。他们的武器犹如神将所铸，幻化出绚烂的光华，每一次挥舞都伴随着雷霆万钧之势。双方神力的激荡如同狂风暴雨般肆虐，恐怖的能量冲击光芒在云层间闪耀，连天地都感到惧怕的颤抖起来。天军神战队的那些神奇强者们挥舞着各自手中的神兵利器，神迹如潮，璀璨夺目，每一击都带着毁灭的雷霆之势。但在天元军那看似无形却坚韧不拔的气运之息面前，却是屡屡受挫，仿佛吸取了天军神战队的气运，加持己身，使得天元军的力量更为磅礴。在这股无形的气运之下，天元军的神奇强者们似乎拥有了无穷的气运和力量，即便是面对强大的天军神战队，他们的眼中也未曾流露出一丝恐惧。他们的身影在战场上如同幻影般飘忽不定，每一次出手都带着磅礴的气运力量，将天军神战队的神奇强者一一击退。随着这一场激烈的战斗持续着，空间的裂痕也快要承受不住，一般越来越深，仿佛下一刻就会彻底崩解。但天元军的神奇强者们似乎并未感受到这股压迫感，这就是神元宫的恐怖底蕴，能够成为万界神州中的超神巨擘势力，那么底蕴自然不会很差。看似只依靠着元尊一人支撑的神元宫，没想到可以给神器联盟突然来了这么一个措手不及。而且神元宫的3位主母身影在战场中尤为耀眼，他们的气运之力爆发，如同3道璀璨的流星，在天空中划过一道道耀眼的轨迹，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冲击在那些天军神战队的神奇强者身上，瞬间倒飞出狼狈的身影，重重地摔落在地面上。而小龙也加入到了战场中，他一点也不甘落后，他的身形灵动如风，每一次出手都带着一丝不容忽视的锐气，锁定目标后就是一道重击。雨涵的身影虽然略显单薄，但却如同磐石般坚毅，他的神技化为数道攻击，还有气运之力的加持，让神技的威力更是提升了一些，更是削弱了对方身上的气运。每一次的出击都能找到对方的弱点，给予最致命一击。尽管双方的伤亡不断攀升，但天元军的优势愈发明显，他们的士气高涨，每一次击败一位天军神战队的神奇强者后，都让他们的气运之息更加的浓厚。而天军神战队的强者们虽然身经百战，但在这种种不利因素的交织下，他们的神情开始显得凝重，似乎随时都可能再次陨落。这一切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气运之力的原因，这就是气运之道，可吸取对方身上的气运，从而改变战局的运势。可以说这是元尊所留的底牌之一。之前一直没有将神元宫的底蕴暴露出去，就是因为给予这些入侵者的一个突击，一个措手不及。整个神元宫上空战火纷飞，神力冲击，但在这片混乱之中，天元军的神奇强者们的气势越战越强大起来。在神元宫的另一处空间之中，巨大的魔手与神掌仿佛2个古老神灵的化身，对碰之间激荡起层层空间的巨浪，毁灭的能量如狂潮汹涌，天地色变，仿若末日降临。在这肆虐的破坏力量中，2道身影却宛如礁石般屹立不动，面容平静如水，似乎一切毁灭与他们无关。元尊站立虚空中，身姿挺拔如松，双目沉静如水，仿佛天地间的毁灭之力都无法撼动他的意志。而魔神站在元尊的正对面，浑身缭绕着黑色的魔神之气，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微惊，似乎对这场战斗充满了享受。元尊，本魔神也已经好久没有过这样的战斗了，能够与本魔神对战数千回合都不分胜负，你的实力的确可谓是在如今的大宙中都是顶峰的存在。如此看来，你之前果然是隐藏了实力啊！魔神的目光如利剑般锐利，直视着元尊，那双眼中闪烁的不只是言语，更有深不可测的精芒，仿佛要洞穿元尊的神魂深处一般。元尊微微一笑，那笑容中透露出一丝无奈与沉着。魔神想要拿下你的确不容易，如果你硬要与我死拼到底，我也不介意使用那一招将你重创。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仿佛已看穿了魔神的一切计谋。
将这场最强的对决掌握在了自己的股掌之间。